做这种大的投资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杠杆，你必须用非常安全的方式去做才可以，把自己的风险敞口全部要封闭，这个都是基础了。前面我的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有讲到，所以大家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去年我刚开始更新这个地产板块的时候，事实上那个时候还是退场期4年零10个月，退场期了，然后接下来又退场了1、2、3、4月，退场了几个月之后，然后在去年的8月应该是进入了进场，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Hello，今天聊一聊今天的内容，今天时间有点晚啊，那我就不要聊太多吧。昨天因为那个，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潜力区没有什么，常常是属于没有的状态，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但是昨天正好，因为我在开 Space 的时候，直接就看见那个这边的，场外限定点有嗅探到，嗅探到这个 on 这个币种，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在这个 Space 的时候，直接就现场给大家说了这个限定点啊，应该是0.137，是不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数吧，具体忘记了，应该是昨天的几点？昨天的11点左右。我是在昨天的11点左右，然后给大家公布 on 的这个限定点的场外指数，不是场外指数，它的这个限定点限定兜底区在0.137，好像是啊，我具体如果是错了，大家可以纠正，或者0.15几。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说完之后就开始暴涨啊，暴涨之后，因为这个限定点，我日常如果没有给大家更新的话，就说明这一天的时间内能够跑出来的可能性很小。那事实上，大家如果看我过去的更新的话，在过去的1年内，所有的币圈内只要是二级市场有出现过暴涨的币种。只要是暴涨在我潜力，只要是在我更新我的星球的时间的前后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跑出来的没有一个逃脱出潜力区的秀探，一个都没有，所以后面在去年产生了极其巨大的这个财富效应，尤其是在比特币的优质进涨期中，这一轮由于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进涨期是一个劣质进涨期，所以很难这些币种去跟着它有一个向上的爆破。所以能够跑出来，在昨天正好出现一个 on 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状态。昨天如果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杠杆，按照我教给大家这个 ATR 定杠杆，或者按照画幅法定杠杆啊，两种定杠杆的方法的话，从0.15一直涨到了0.26，大家可以算算你们昨天大约能吃到多少倍啊？这个是昨天的内容了，因为正好是在直播中我所提到的。那昨天有一些朋友个别的，可能有开单，那你可以去反想一下，你昨天的这一单可能某些地方是不是有更多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去对照一下我之前的这个文章包括对冲内容呀，你是怎么来锁这个风险敞口的那如果说内参的朋友们，那就很简单了，直接照着这个最高点止盈就好了。这个是很好，因为这个潜力区所有的都是同样的一种可以按照升档结构，同样的方式可以去看出来的，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那直接就在这个降档的一开始就直接止盈就好了，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讲的。然后我今天想要重点给大家聊一下的是地产，关于国内的地产。这个昨天我就留了一个尾巴，我说想要在今天去聊一下，正好那个白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这个还有探讨过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有必要在这个地产方面我稍微多聊一点。事实上，这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是确实在国内的朋友有点要关注的一个点。你们不知道的是，事实上现在国内的很多的财经博主已经回过味儿来了。虽然去年在年初的时候，可能5、6月我就已经给大家更新，币圈其实房产已经开始触底了。如果你们搜我的这个推特里面搜我的推特地产2个字，你就可以看见我大量在去年年中和年初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探底的这个预测的内容，已经那个时候已经说出来，那个时候是最适合大家去抄底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们的议价权非常的强，你们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想要在国内布局地产的话，你可以直接照对半砍，他如果可以给你开价10万、12万，像香港地产开了15万，你可以直接照对半砍，在网上慢慢加啊。那现在的话，因为这个整个国内的这个已经迎来这个阳春的这个行情了，你现在要砍的话，就不会像去年的这个底部的时候这么容易。
今年3月，我看先给大家看一部数据啊。今年3月，现在中国的楼市，国内的所有的财经博主现在都已经基本上已经看出来，现在处于阳春行情，很多已经在讨论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国内现在基本上都是普遍认为这个楼市已经迎来一个阳春行情。首先就是上海单周成交了好像是7000多套，然后月成交破2万套，这是5年来的新高，这是5年来的最高值。然后北京的网签应该是超了5000套，也停止住了近10个月一直跌幅。然后深圳的二手房成交环比增幅超过了30%，其实楼市已经实质性回暖了，回暖已经是板上钉钉了。然后如果说我们往上去追溯整个国内楼市的这一套逻辑，你会发现事实上为什么国内在之前在2020年之前的大量的时间有那么强的动力去把这个房产推上去，其实是这个跟这个中国的税收的这个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对这个呃，国内就是尤其是江朱时代啊，有一定他们那个时候有一定概念的话，也会知道那个朱镕基在那时候搞了这个分税制改革，尤其是专门他去了广东啊，跟这个当地的人是一个一个谈的啊，尤其是一个是要处理当年的三角债的问题，一个就是处理这个分税制改革。就是核心的分税制改革就是要使这个中央的税收占比要大大提高。那这样的话，中央税收提高的话，那地方财政压力肯定大，那地方要花钱呀。那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那就是说让你去探索，当时就是给你开口，开政策上的口，说你可以在政策上去探索怎么去地方上去赚钱。那最后呢，广东探索出一条路，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然后土地财政这条路慢慢也普及到全国各地啊，都开始复制同样的方式来赚钱。就是以地方政府来推高，先来五地，然后推高地价，促使大家一起来竞争拍地啊，然后把这个地价抬上去之后呢，然后依赖房地产税来这个针对这个房产开发商来收房地产税，来形成这样的循环。这也是之前房价上涨，很多人国内的这些财经博主呀，或者国内的很多人也意识到，认为房价肯定永远涨。他们认为的逻辑就在这儿，因为因为这个跟地方政府的关联度很大啊。如果地方这个财政紧缺的话呢，一定有相当大的这个动力要去捂地啊。就一旦这个供给给缩住的话，那肯定这个价格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溢价。所以这个是之前中国从1994年一直到2020年这么长的时间，房价始终在一个大周期上涨的一个核心的逻辑。然后2020年大家都知道有著名的三条红线的政策，然后结果呢，就是从那一波开始导致整个房企的融资开始收紧，银根开始收紧，行业开始进入寒冬，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什么恒大呀就不用讲了碧桂园呀，这各种都开始出现暴雷或者伪暴雷融创可能万达呀这些都基本上以前风光的这些基本上都不太行了。有一些像万达什么，到今天可能才刚刚稍微有点回过劲儿来然后包括像那个一些其他知名地产吧，在这5年过得相当的痛苦。很多房产在这个各种债务的这种影响下，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种纯负资产的状态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上下游呢，这个因为房地产在中国关联的上下游实在太多了，那上游的各种建材呀，到各种家电、水电，到各种各样的所有的各种建材，到中间农民工工资，到各种这那的，全都包含在里面。下游呢也很多呀，这些一串的整个大行业全部都会跟着受挫，所以中国这5年的通缩跟这个房产的三条红线关系是非常大的。然后，但是大家发现，从这个23年开始，事实上这个政策就已经开始逐步松绑了。然后24年的时候，这个调控已经开始慢慢，如果你关注国内的新闻的话，已经发现它的调控已经开始转向宽松。事实上到了这个去年年底，这个三条红线的政策在各个城市基本上已经实质性的退出了。呃，而且在这个26年今年的这个官方文章中，明确说这个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政策也都在全力的在稳定这个预期，而且这个全国的首付比例还下调，首付的房好像是最低降到了15%，二套房最低降到了20%，这不就是鼓励买房吗？政策上已经打明牌了呀，而且首套房的利率降到了3.05%，这也是历史最低点了，也不算是历史最低点，应该算是历史低点。以及你们知道这个上海也推出了一些政策包括沪七条呀这些，所以就是基本上到现在开始，很多人就已经觉得这个房产已经进入转折，负增长已经结束了然后今年就是一个房地产大涨的前夕。那至于这个，我想跟大家聊的是，我们怎么从场外指数看这些更大的周期？
怎么从场外指数看这个最大的周期？大家不，如果你们搜我这个推特里面的地产两个字，你可以看见我早期最早期的内容，在分析地产的时候，我是怎么来这个用大周期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我应该是在去年的8月份，8月20来号，我发了一条关于这个地产的一个 space，我专门在 space 里面就聊过这个问题。我事后还用这个推特的文字来补充了说明一下，就是从场外而言，当时的好像是8月吧，8月22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个2020年5月2020年5月的是最高点，然后2020年，然后一直到这个去年的8月，就是整个的场外指数到了这个进场期，也就是意味着整个行情的最低点。这也是整个5年来第一次出现这个进场信号。如果从这个整个链路而言，就是如果下个月，我当时写的是，如果下个月更新，也就是说9月更新这个场外指数，地产如果仍然进场确认的，就是地产就是将从这个香港开始，从1个季度拓展到北上深杭，再用半年拓展到其他一线，然后将纷纷企稳止跌。事实上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已经应验了。半年为止，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是纷纷都已经确实做到企稳止跌了，这轮地产大调整已经阶段性结束，但是正好我在去年8月份发这个的时候，就是舆论由于并没有离这个，真正的底部还远远没有到，所以是大众其实就已经还沉浸在一个非常强烈的悲观情绪中，哪怕是这个中介这种房产中介这种对这个行情非常了解的，他们也非常的悲观，所以这就相当于给了我的这个朋友们一个巨大的信息差优势呀。你们完全在去年这个最低点的时候，可以在这个优质地段，可以用这个舆论的方式、舆论的状态去压价谈判，这个就是资源错配的一个重大的机会。然后，所以就是包括我后面还专门写到关于这个地产周期，我是在里面有2个关键的那个数据，我是抓取到了我的这个场外指数的这个数据的权重里，一个是水泥，再一个就是它的建材。水泥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就是由于水泥它的保存期是有限的。你们知道，很多国内的期货，大宗的期货，它为了，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在期货里面去操作，它是可以在库存里面做很多内容和猫腻的。通过放出这样的信息面和库存里面的操作，直接使得他们可以在这个期货市场里面去反复的做 T 呀，或者做其他内容呀，这都是他们的一些惯用手法。但是水泥不一样。水泥你很难这么去操作，为什么？因为水泥保存期有限都是现做现卖，现做现卖。水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很难在库存里面保存一大堆水泥，都是现做现卖，随产随用。所以它虽然是个大宗而且它有大宗的指数，但是它几乎很难像其他的大宗期货，像螺纹钢呀这些，它没有办法通过水泥是没有办法像螺纹钢类似这样的建材通过这个库存来运作操纵价格的，所以它可以非常直接的反映地产板块的原料供给侧周期。而且它也确实是整个地产板块绝对无法绕开的关键基础环节。你哪个地方地产开发离得了水泥啊，对吧？所以这个地产指数包含了这些以后，以及包含了下游大多数地企的一个销售回款情况。这两者抓取到之后，所以它在宏观分析后直接产生了一个我的这个地产每个月更新的这个指数，就可以很好的去反映出它这个客观的这个状态。然后最后回测我前面说错了，就水泥大宗当时回测出来最大的场外指数，应该是在2020年的7月，当时的场外指数是1431。这个你们可以回测看一下，或者根据你们自己的经验看一下，整个房地产的最高峰是不是正好就在2020年的7、8月左右？之后就是长达5年的退场期，这5年的退场期是不是房价一直在不停的跌？然后目前的整个场外指数是835，就是指去年的8月啊。然后以及那个推我专门写到，就是，这个正好也是跟这个李嘉诚的地产长实集团，它从2020年的初，你知道吗？李嘉诚的长实地产，它的这个负债率的变化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它从2020年的初的这个负债率的13%开始，然后它正好也是开始在7月大幅度的抛售它的所有的债权资产降低它的负债。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用几个月的时间开始把负债率迅速的从13%降到了0.3%，你们知道吗？几个月的时间，长实集团它的整个负债率降到0.3%。所以李嘉诚的这个周期的这个理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强悍。你想想，国内如果说恒大或者碧桂园或者这些，或者是万达，如果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负债率从200%降到0.3%，你们觉得中国这5年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经历过大周期，就认为上涨会是永远的。哪怕像王健林，我记得王健林在20年前几年就已经反复的在做轻资产了，结果他明明知道房地产已经不行了，但是还是行动上没有跟上去，负债还是拉的那么大。他已经开始什么收购影院呀，搞什么，什么收购一些网络上的轻资产，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运作了，结果还是行动力还是不行，就是整个的负债率还是拉的太高了，所以后来就不停的在卖自己的核心资产，就是把万达的这个商业不停地在往外卖，这都是滴血呀。所以就是只有长实集团，只有李嘉诚真正做到了，他的认知跟上去，他的行动也跟上去了，成为了整个所有的地产中这个现金流最稳健的几个企业，然后恒大呀这些企业就纷纷基本上全都爆雷了。只有李嘉诚的长实集团没啥问题，而他的这个操作开始去降杠杆的第一个月就是2020年的7月，与场外指数的最高点是吻合的。所以我相信必然李嘉诚他是有相当多的，也是跟场外的各类的指数所嗅探到的指数相关联的一套他自己的信息源，直到他在那个月马上开始降低杠杆，市场13%都已经很低了，但是他竟然能把它降到0.3%，你可以想象，就是这种经过大周期的捞钱，他对活下来的这种要求远远大于所谓要赚更多。活下来的要求远远大于所谓的赚更多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如果真的资产到了一定的量，务必要去把所有的风险敞口降到最低啊。事实上，杠杆借钱去做这种大的投资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杠杆，你必须用非常安全的方式去做才可以，把自己的风险敞口全部要封闭啊，这个都是基础了。前面我的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有讲到，所以大家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去年我刚开始更新这个地产板块的时候，事实上那个时候还是退场期4年零10个月，退场期了，然后接下来又退场了1、2、3、4月，退场了几个月之后，然后在去年的8月应该是进入了进场，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进场期，到现在就是终于全国都回过味儿来了，都知道进入小阳春了，但是很多的散户还是认为现在还是熊市呢。所以你可以想象，真正的这个信息，真正有效的信息传递到普罗大众，传递到买菜的大妈都知道。你想想，这得经过多长的链路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比特币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大妈指数一旦你们看见卖菜的大妈在聊上海的各种大妈在聊什么买黄金啊、买比特币啊，这个时候就该跑了因为信息传递到他这儿已经太晚了已经到了这个信息的最末流，已经开始进入了最后的收割阶段，所以这个也是给了大家，如果说现在才开始决定在地产方面有所作为的话，那事实上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位置，但毕竟也是一个底部那可以去考虑一下至于如果说你想卖房子的话，那更不能在这个时候卖了完全可以至少要等一年吧，至少要等一年吧。我的这个场外指数至少也是按月份来算的那不可能这个月进场，下个月就直接没了至少可以等个半年、1年的这是关于这个地产，所以大家不用那么着急。如果你想要有换房子的需要或者什么的话，完全可以就是卖房子的需要，完全可以再等一等。OK， 这个是地产，然后地产聊完了，我聊一聊这个美股的潜力区。今天我是在今天我在内参里面有更新，然后我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上周跟前面几周吧。前面几周看一下过去，所有的内容。之前从2月10号更新的 AXTI，这个我提过很多遍了。然后从22开始一路出发，涨到了70.88，22涨到了70.88，3.5倍左右吧。按照这个交给这个内参的朋友们的这种杠杆的方式来做的话，这就是这40-50倍的收益，40来50倍的收益。OVV 是从2月19号的47.2涨到了62.6，还在延续。天呐 OVV 还在延续，这已经多少周了？涨得比较慢但是如果你按照画幅法来定位的话，大家知道，如果你根据 ATR 或者是根据画幅法来定位的话，事实上只要它一直处于上涨的趋势，你赚的一点不比所谓的它涨的幅很大的那种赚的少。大家能理解吗？因为你是按照 ATR 或者是按照画幅法来定杠杆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它哪怕涨得慢，但是它的 ATR 也小呀。ATR 小意味着你的杠杆就大呀。你的杠杆大，说明就是相当于就是赚的跟前面一种暴涨的其实是差不多的，只要它一直处于稳健上涨的趋势，你就可以一直赚钱。
而对于内参的朋友们而言，只要它一直符合结构，那就更不用讲了，就非常明确，就一直做就行了。然后 CRGY 是3月2号的11涨到了14.02，以及这个 FSLY 我提过很多次了，FSLY 从这个19.4，3月3号的19.4，一直涨到了上周的30.95，这个也是一路这个慢牛啊，走的非常的稳健，FSLY 也是延续。然后 TNGX 从这个13.9涨到了21.8，这也快翻倍了吧？还没翻倍啊，涨了70%-80%。然后第三周进入这个涨幅榜，然后以及 BNO 42.3触发涨到了53.66，然后 EQNR 32.5触发涨到了42.06，这是3月9号的。然后后面是3月16号，APEI 的52涨到59.42，你看这个52涨到59.42涨的并不多，但是它延续性非常好，这是 APEI 的状态，所以你根据 APR 或者是根据画幅法来定的话，你赚的一点也不会比前面这种暴涨的少啊，因为这杠杆相应的调大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EONR 是从1.36出发涨到了1.58，但这个没有延续啊，这个就过了。DOCN 75到88，LNG 事实上很多人比较看好，因为这个毕竟跟天然气相关嘛，3月19号的，然后也确实触发了，从255涨到了299，但是 LNG 有一个问题就是，受基本面的受这个消息面的影响有点过大，所以这个没有给标注延续。然后 TSEM 从152涨到了195，也是第二周进入这个涨幅榜。然后上周挺有意思的，像这些上周更新了1、2、3、4、5、6、7，上周更新了7个，然后7个还全触发了，但是涨幅都没有前面那么猛啊，但是确实也都全都触发了，所以比较有意思。后面我可能会专门写一篇这个专门的这个文章，或者我是给大家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们专门聊一聊这些内容。然后下周的话看一看，如果说大盘美股还是大盘走的成，美股大盘如果是持续继续的深入向下爆破的话，那不仅可能还会把比特币的这个退场期继续的深化，而且相应的潜力区也有可能会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啊，到时候再说。OK，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吧，聊聊地产就可以了。然后感兴趣大家后面再说。大家晚安。